大家好，今年9月恰逢“一带一路”倡议提出12周年。12年在天文学上相当于木星绕太阳1周，称为一季。在这个特别的节点，我想和大家分享一段21年前，也就是2004年，与同事陆元强先生在也门的独特经历。也门后来加入了“一带一路”倡议，因此也可以说是在“一带一路”沿线的一次难忘的饥饿历险。如今回望，这段旅程的价值远超商业范畴，它如同一枚封存的时间胶囊，为我们保存了战前也门那充满魔幻色彩的现实图景。2004年10月底至11月初，我们因也门 BTG 贸易公司邀请，前往考察也门国家公路项目，以期开拓新的国际工程承包市场。该项目规划修建一条从首都沙那通往亚丁湾阿拉伯海岸的高等级公路，全长约620公里，是环阿拉伯半岛海岸线公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一期工程沙那至亚丁港段长约120公里，预算造价约2.2亿美元，资金由总部位于沙特阿拉伯的阿拉伯投资基金会提供。深入考察后，我们决定放弃参与，主要原因在于当地中介商的要价令人咋舌，竟要在我们报价基础上额外加收14%，远超3%到5%的行业惯例。事后证明，这个决定相当明智。项目启动后不久，也门于2014年爆发内战，首都沙那被胡塞武装控制，政府军退守海滨城市亚丁。2015年，阿拉伯投资基金会暂停拨款，后继接手的土耳其 TAV Construction 公司仅获得3000万美元，勉强完成了15公里路基，项目至今仍处于停止。那时到过也门的中国人并不多，这个被联合国列为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贫穷的主因是缺乏石油资源，中东的石油碗底部在科威特，而也门恰处于碗沿。沙那老城区千年古建群满目疮痍，街上行走的汽车大多破产不全，不是缺了挡风玻璃，就是没了保险杠，据说都是来自发达国家的淘汰品。男人的腰带上几乎都别着一把独特的也门双刃弯刀。更让我们惊奇的是当地人对草的痴迷。拜访一位中间商时，他没有捧上咖啡，而是捧上一堆翠绿的叶子 Gas。他斜倚着墙，一边大嚼特嚼，一边与我们商谈项目。为了不失礼，我尝试了一点，初次入口如同蕨草，再尝尽觉一丝清香。洽谈持续到深夜，相当于中国的凌晨1到2点。陆元强先生坚决不肯碰这草，最终扛不住时差，频频点头如捣蒜。我倒是精神抖擞，还不时提醒他打起精神。后来在中国大使馆才得知，Gas含有卡西酮，具有提神、致幻和成瘾性。也门约有90%的男性使用它，消耗了家庭收入的30%以上，连吃3次就会上瘾。回国后，总裁朱仁伟先生打趣说：“白总，幸好你没吃第3次，否则怕是不想回来了。”这种草瘾比抽烟、嚼槟榔更甚。每天下午1点，满载Gas的货车驶入沙那，全程仿佛按下暂停键，人们开始咀嚼闲聊，直至深夜。每天少则4到5个小时，多则6到7个小时，有些人甚至要嚼到半夜才满足。大使馆工作人员特意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以提醒安全。曾有2位中国技术人员被反政府武装绑架，武装分子并无恶意，只是意图以此要挟政府增加援助。政府军则在武装分子据点附近投掷炸弹施压。2位同胞在被俘期间，竟在山洞里教起了武装分子的孩子的英语和数学，日久生情。最终双方谈判成功释放人质后，这2位中国人乃每周去山洞探亲，与曾经的绑匪成了朋友。听完这故事，我们对绑架的恐惧消散了不少。陆元强甚至还开玩笑地说，期待被绑一次，可惜未能如愿，因为我们身后总跟着2位荷枪实弹的政府军士兵。也门人对中国的热爱也让我们印象深刻。2003年10月，神舟5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杨利伟进入太空的消息传来，刹那万人空巷，举城欢腾。他们坚信
在这个世界上，唯有中国人能与美国人匹敌，能为也门人出气。当初我说中国可能还需要50年才能赶上美国时，眼前这些大多年过半百的听众，瞬间像泄了气的皮球，哀叹此生无望得见。在刹那，我还遇到一位从巴勒斯坦逃难来的商人，他说他教导3岁的孩子，见到犹太人就要捡起石头砸过去。听了这个话，令人心情复杂。恰逢伊斯兰斋月，我们白天几乎找不到营业的餐馆，饿了好几天。情急之下，我想到沙那唯一的外国人居住区，在那里偶遇一位菲律宾小孩，通过他找到家长，几经周折才谈妥每天支付几十美元，在他家解决一顿午饭。一天，也门人带我们参观一处中国人墓地，墓碑上逝者多为英年早逝的男性工程师。大使馆工作人员告诉我们，他们都是因感染当地蚊子传播的登革热而不幸离世的中国工程技术人员。当得知我是隧道工程师时，当地人特意带我去看沙那郊区一条已使用1000年的输水隧道。历经沧桑，隧道主体依然完好，只是近半空间已被流沙淤结。我们下榻的沙那最高等级酒店形似一座大型四合院。酒店管理人员透露，对面住着从伊拉克逃亡而来的萨达姆女婿阿里哈桑·马基德等家人，他们每天仅在下午5点现身1小时，女人购物，男孩在院里面贴球。一身名牌显示他们并不窘迫。得知此消息，我和陆元强反而忧心忡忡，生怕美国人半夜突袭发射导弹，殃及池鱼。20年弹指一挥间，那些撅着嘎吱谈生意的商人，腰挎弯刀的男子，郊野的千年古岁，城中的断壁残垣，在岁月的长河与今日的硝烟中，早已花招缥缈的幻影。在结束这段分享之前，我衷心祝愿我们的国家永远和平昌盛。今天的回忆就到这里，感谢倾听，下次白银琐碎节目再见。